感谢阿米洛海运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键盘艺术家阿米洛，我现在下命令给你，没经过我同意，不许下班 ，understand？ Sir， 如果你不收回刚才的要求，我是不会走的。现在到底是你们回家重要，还是 Gameker 视频的更新重要？回家归回家，更新归更新，你让我完全不按照程序，只听你的指示，这是人治，不是法治，Sir。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滥用职权？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上来干嘛？聂 Sir，我们的分工一直很明确，我们组刚接了阿米洛公司的广告，所以不应该再由我的人来接汽油联机宝的。你认为我滥用职权了？我明白你的心情，也担心你的情绪。我问你是不是？是。你们不要吵了啦！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呢？阿正，阿正，你再这样顶下去，你女朋友，没事，让我来吧，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没错，现在不是考虑儿女事情的时候。下命令吧。阿正，我命令你，通宵把球联机宝广告赶出来。Yes, sir。联机加速不丢包，用齐流联机宝啦。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照玩游戏》，我是聂俊。春节过后，大自然迎来了暖春，生机盎然，许多小动物，许多游戏都离开了开发组的怀抱，出来争夺市场。娇小可爱的 Apex 英雄半路截杀了自家的大 boss 圣哥，引发了一场窝里斗。除暴正经3和 Drop 力量不负众望的 boss。色彩缤纷的孤岛惊魂新曙光已经吸引不了玩家们的注意力了，还不如益智推箱子游戏凯瑟琳。别问我为什么，反正我就是喜欢推箱子。大逃杀时代呢，就连任天堂也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他们也推出了俄罗斯方块今晚吃砖大吉大利。而尘埃拉力 2.0 出来教训各位老司机，你们的车技都还不过关还是回去推箱子吧。至于充斥在大自然的键盘侠们呢，都纷纷到阿米洛峡谷采摘阿米洛机械键盘回家，来为未来几年的战斗做好可靠的准备。而在大自然中，地铁离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骑行种。在发售前，他在各大游戏展会用极其惊艳的画面，让玩家们都记住了并期待这个游戏。结果临到发售，却 NTR 了 Steam， 转战了 App 商城，狠狠地惹火了玩家。支持官方中文，而中国人却买不到的乌龙，也让人哭笑不得。虽然不怪游戏本身但也多少会影响到它的推广。其实这款游戏已经是这个系列第3部作品前2部作品《地铁2033》和《最后的曙光》，其实真正玩过的人并不多。但是这2个名字呢，知名度倒是不低因为它常年存活在各大电脑装机平台和性能测试环节。它就像一个住在隔壁的邻居，隔三差五总要见面，却不一定有真正的交集。而直到这一代，因为游戏方向的改变，才让更多玩家对其有兴趣，才走入大众的眼中说老实话，前2代我也没有打通，烂尾了。但是这一代却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开始正视这家公司，才开始品味它浓醇的味道。那这一代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这个来自乌克兰的烈酒。顾名思义，地铁系列是一款建设地铁的经营模拟游戏吗？并不是。地铁系列是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讲述地球因为要流浪，所以地表已经不适合居住。好像哪里串戏了不对，和地球没关，是人类自己核战争导致了地表不能居住，因此人类都转入到了地下地铁里的故事。所以在前2代的游戏里，基本都是在地铁站和隧道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背景故事也是经典的核爆启示录，所以玩家都习惯了这个系列的基调，习惯乖乖待在地下，别想着拿个钻头突破天际。所以当地铁离乡首次亮相，并将广阔的地表展现出来时，我还真的被惊艳到了。直到游戏标题出来前，我甚至都无法确信这就是地铁的最新作。其实系列因为剧情设定而需要的地下场景，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个系列尴尬的原因之一。
毕竟再厉害的画质，乌漆麻黑看不清，又怎么能感受到呢？再加上终究是地铁，场景受限，变化也不大，无法让新玩家从视觉上获得更多的体验。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系列的传播，只流行在各大装机测试平台。然而，地铁离乡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本作就像是一部公路片，甚至可以叫火车离乡。故事不再单纯的围绕阴暗的地铁展开，主角牵着老婆，领着兄弟，陪着老丈人，来到地表上，坐上了动车，一路游山玩水，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开始了长达1年的寻乡之旅。这里有被冰雪覆盖的灾后都市，有风沙肆虐的荒漠土地，有危机四伏的森林地带，有泥泞不堪的沼泽池塘，也有战斗民族最热爱的民间运动手撕狗熊。无论怎么看，本作的卖相都是极佳的。这样的转变看似简单，带来的影响却不可估量。无论曝光度还是玩家的期待值，本作都是堪称系列之最。很明显 4A Games 的策略是成功的。有趣的是，从制作组的开发日志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得知，离开地下回到地表这个点子，最初是由这个团队里的美术提出的。因为这么多年了，美术自己都做腻了昏暗的地下场景，他们想要换个胃口，更想要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于是乎就提出了返回地表的建议，然后这个公司就真的这么干了。这真的是让我这个美术羡慕的流口水啊！一个开发公司会以为美术的一个建议就改变整个游戏的大方向，确实难能可贵。尽管这里面的团队可能本来就有类似的想法，美术只是推动他们一把，但是他们尊重美术人员的这件事，在我看来实在太浪漫了。别说国内了，就算是国外的一流团队，也没有几个能在市场和营收方面坚持自己的浪漫，这缔造了 4A Games 的独特魅力。在地铁离乡里，我们也能发现不少被这个特有的企业文化所影响的设计。先不说公司的前身开发的潜行者，就拿地铁逃离来说，作为一款剧情导向并且带有一小部分开放世界元素的游戏，地铁离乡对 UI 的把控可谓极其克制。任务目标方向要通过手上的指针来提示，地图贴在随身携带的板上，任务说明写在板后面。手电筒的充电要看仪表，非必要时子弹数量不显示。甚至当玩家打开背包时，游戏也没有粗暴地弹出一个界面，而是将人物蹲下取下背包，打开背包的过程漂亮地演绎了出来，然后再显示 UI。同样的，关闭背包时，人物也会起身收包、拉链，一气呵成。拉链的质量确实不错啊！制作组竭尽全力的想把游戏里的每个交互都尽可能的可视化、实体化，不到万不得已不出现 UI， 以此来烘托出非常强的代入感。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冒险的调整。游戏 UI 这东西其实是代入感的头号敌人，过多的 UI 会分散玩家的注意力，以及潜意识提醒玩家要把游戏数据化。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是注重沉浸感的游戏 UI 越精简，但 UI 又确实是极其方便的东西，特别在游戏里需要大量重复的查看各种信息，所以敢这样把 UI 信息尽可能融合到游戏世界里，对玩家的耐心是不小的挑战。我记得上一个爱这么干的公司已经解散了收你的死亡空间。另一个有趣的是，业界在游戏画面发展的越来越精致的同时，有一个难题出现了，那就是场景里可以互动的物品难以被玩家识别，因为场景里的细节和物品实在太多了。比如出完《生化危机2》重置版，我就差点没有认出来场景里的这一盆盆栽原来就是绿色草药。对于这个难题，业界普遍的做法是，要么把可互动物品的颜色做得很显眼，或者直接在物品上加 UI， 比如《最终幻想15》，但这样会破坏游戏的观感，所以并不是个好办法。另一个方法就是设置一个专门的高亮按键，按下就直接高亮显示场景里可互动的物品。巫师里的白狼摸项链，古墓丽影里的猎人感官都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虽然解决了分辨问题，但是却又产生了更讨厌的问题，玩家会无时无刻不停地启动高亮模式，这就很繁琐了，2步一暗，5步一亮，不开高亮根本不敢往前走，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游戏体验。而在地铁逃离里面，老毛子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干脆不解决，不仅没有高亮显示功能，还变本加厉地把物品做得和场景完全没有区别，甚至还把它们精心地混在了场景物品里面简直丧心病狂啊！可以，这很老毛子。但是意外的是，这种反人类的做法反而让探索和寻找物资显得十分有趣。加上游戏对物质的分配很严格，这就更让认真收刮物资显得乐趣十足。特别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武器配件的时候，
那种兴奋感简直欲罢不能。相信我，在这里捡垃圾的乐趣比辐射系列更浓郁。看来把用户当傻瓜并不适合所有情况。而且这些美术们满足了吧？这下大家会好好欣赏你的美术资源了。除此以外，本作还有很多看似没有必要的设计，比如说武器脏了有几率卡壳，人物的防毒面具可以被打破，并且需要用应急胶带修补，还单独设置了一个按键来擦拭面具。防毒面具需要更换过滤嘴，照明用的手电筒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手动充电。自定义武器时，装备会随着零件的更换而抖动等等。这些设计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也有玩家会吐槽卡壳不好太麻烦了，面具的破损没有意义等等。但细节之所以叫细节，是因为它们有依附的主体，而地铁逃离这个主体就需要这些微妙的细节。当玩家因为毒气不得不戴上面具，担心剩余的弹药够不够应对恶战，发现自己的小船只能以真实的速度缓慢滑行，我们会感受到地铁离乡这款游戏是很较真的。一旦玩家真正进入到游戏的节奏中后，潜意识里我们其实会期待游戏机制可以回应这份较真。所以地铁离乡的设计不光是任性的浪漫，也是这个主题下不可或缺的多余。还好这一次游戏对于拟真和便利之间的舍取恰到好处。当玩家坐在工作台前为下一次冒险补充物资、选择装备、擦拭武器，当我们打开手电筒像个真正的求生者一样小心翼翼地在废墟下探索，当我们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手忙脚乱地为破损的面具贴上胶带，相信我，这种隐隐的不爽反而成为了游戏的魅力之一。最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代的半开放世界设计，整个流程既有以往那样的线性一条道，也有小部分允许探索的额外空间。游戏本身又是配合章节更换，不是一下子就给出整个公式化开放世界，所以整个游戏节奏偏慢，阶段目标明确，不会像传统射击游戏那样连续和无法打断，也不会像纯开放世界那样经常偏离目标。我甚至会懒得去区分它们，而是纯粹的享受游戏带给我的乐趣。因为物质的稀缺、探索的风险以及偏慢的节奏，这些其实都是在变成玩家的一种隐形成本。就像游戏里的人物，玩家也需要面对选择，这种选择可能并不像末日生存那么残酷，却也实实在在的用焦虑的情感连通了玩家和角色，让我在游戏的过程中体验到很强的代入感。这种体会自从潜行者之后好久没有出现了。不过据我所知，一些系列的老玩家对这一代改成了半开放世界非常不满意，他们还是更喜欢一本道。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更喜欢线性关卡。这就是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喜好了，没什么好争执的。只是对这一代来说，这种半开放世界的确更能体现出来到地表这个主题，而且这种处理方式在这个公式化开放世界烂大街的时代里，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案。不过 4A Games 毕竟不是一个身经百战、拥有大量高品质游戏开发经验的公司，因此在这个游戏里仍然有很多缺点，比如叙事方式有些跳跃，剧情的发展总是显得很别扭，很多剧情似乎中间应该还有些过渡的。又比如武器的配件系统非常大胆，一把左轮手枪经过各种改造，甚至可以变成狙击枪，这本来是对枪械爱好者来说非常上瘾的系统，但是很可惜，这些配件之间除了一些瞄准器，大部分的配件是升级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因此玩家不需要从中舍取，直接用最新的就好，新获得的就一定是最好的，这就大大降低了配件系统的必要性，变成了纯粹的升级，并且这些配件还不能保存，每次在营地换一把枪，配件就全拆下来，导致按照战斗频繁更换武器非常麻烦。除了设计上的，还有些缺点就很别扭了，不能说是瑕疵，更像是一个疙瘩，让人感觉很难受啊。比如游戏里的人类 AI 的智商就飘忽不定，有的时候很固执，死守一点，专业阴人，就是不上来围攻；有的时候呢又变成恶鬼投胎，一个一个赶过来送命，还经常做出各种奇怪的举动。相比于怪物而言，威胁性实在太低了。这对于一个讲究生存的游戏来说，算是个遗憾，没有当年玩孤岛危机和敌人战术迂回的乐趣。还好这个游戏对物资的控制很严格，特别是在最高难度下，每浪费一点物资都心痛不已，算是保住了游戏合理的难度和乐趣。而最让我难受的是，游戏部分剧情演出很不自然角色的演技总是不在线，这些演员是小鲜肉吗？并且游戏文本量非常多，还附带很多隐藏对白， NPC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苦，讲不完的身世，可以巴拉巴拉的半天不带重复的。如果玩家不去触发剧情，听他们说，真的可以一直说个没完这本来算是个用心良苦的优点特质，
但是他们很爱抢着说话呀，一大堆人总是同时说话，我勒个去！我明明在听一个人说关键剧情，其他人突然就一起乌泱乌泱的同时说话了，合成一股声音，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作响，而字幕又同时显示，立马我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了。这么好的剧情，我有一大半都没有搞懂啊，就是因为这帮人总是同时说话。不是，你们这是什么毛病啊？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吗？了解的人能不能科普一下？不过相对于这种小瑕疵，作为系列一贯的传统，地铁离乡强大的画面表现绝对没有得黑。一样是废土，一样是各种破败的场景，地铁离乡不但不会给人一种脏乱的感觉，反而到处都是精致的细节刻画。从墙壁上破损的纹理，到地上杂乱的物品，再到窗边随风摆动的窗帘，整个游戏甚至还有点莫名的清爽。而游戏的气氛渲染更是从第一代开始就备受好评，这使得游戏的代入感非常强烈，少了很多现在公式化游戏的浮躁，让玩家真正能够体会到游戏世界的魅力。特别这一代来到地表之后，半开放之后，更让我有种玩进化后的辐射的感觉啊！回头再看隔壁的辐射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哎，说你呢，该上点心了。自从去年底老黄发布了新显卡 RTX 系列之后，我们就一直期待各种新的技术能发挥威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几个月过去，虽然支持 RTX 功能的游戏出来不少，但是效果基本可以忽略。网上甚至有人认为光追技术就是个骗局。而就在我们也差点对光追失去信心的时候，地铁逃离来解围了。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回答什么是光线追踪。光线追踪本身不是什么新技术，它在 3D 渲染领域早就使用了很多年，只不过光追一直都需要很长的渲染时间，这回可以在游戏里即时渲染了。在光追出现之前，游戏引擎对光线体现的技术主要使用光三化渲染，简单来说就是把场景的模型进行拆解成一个一个像素，然后再进行光照的渲染，这就叫光三化。这种技术的好处是每一个像素的渲染都是独立的，因此可以高度并行渲染，大大减少了渲染的时间。但是坏处就是整个场景的全局光照信息丢失了，因为拆解了嘛，这样就很难获得全局化的渲染效果啊。值得纠正的是，光三化渲染并不是预渲染，它也一样是即时渲染，可以有动态光影。毕竟动态光影在现在的游戏里并不稀奇，它只是渲染的时候拆分了场景，丢失了全局信息。而光线追踪的思路就不一样了，它从代表玩家的摄像机位置发出了许多光束，这些光束在整个场景里进行各种反射、折射、慢反射等等。因为它并没有拆分场景，所以知道整个场景的信息，因此整个场景的光线会有更真实的交互，产生了更加自然真实的效果。我知道我这简单的几句话很难概括这两个技术的全部，你们也不一定都能听得明白，但是不要紧啊，这不是这一期视频的重点。关于光三化和光线追踪的科普，我们放到以后再聊，又能水一些了。而之所以要使用光线追踪这种更耗费资源的技术，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游戏的光影已经到达一个瓶颈。这几十年里，游戏画面发展速度一直在放缓，特别是 PS3 到 PS4 的更新换代有进步，但明显没有了飞跃。建模再精细，贴图再细致，物理特效再真实，只要光影效果没有太大的突破，整个画面就很难实现质的改变。因为光影才是现实世界我们感受最真切的。模型贴图什么的，估计很多近视眼又不戴眼镜的朋友看到的世界还没有游戏里的贴图清晰。所以光线追踪的出现和应用是必然的，也是游戏发展史上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这样的变革不太可能靠20系显卡就推广出去，毕竟就算是卡皇2080 Ti 也不足以完全应对现阶段的光线追踪。目前 N 卡支持的光追实际上也只是传统光影和光追的混合渲染，还不是纯正的100%光线追踪。但是不得不说，未来已经不遥远了。至少在地铁离乡上，一旦打开了光线追踪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是的，是真的回不去的体验。哪怕为了光追降低一下别的特效，甚至降低分辨率，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打开光线追踪。就拿这个车厢的过道来说，光追的加成几乎是一目了然的。阳光和木质墙板之间因为光线的叠加、漫射而产生的颜色变化以及朦胧的光影，简直就是秒杀级别存在啊！
看回没有光追的车厢，会发现整个画面立马没有了层次感，没有厚度了，扁平化了。而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接触的传统游戏画面。此外，光线追踪对于暗部的加成也同样非常强大，很多玩家早就习以为常的画面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一旦开启了光追，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是的，传统光照所无法计算的明暗对比，在这里很简单的就被实现了出来。特别像地铁离乡这种本身就包含了不少昏暗场景的游戏，光追带来的沉浸感真的是如虎添翼啊！总之，光追不开启，地铁逃离的画面已经是业界第一梯队。但是这种画面好，仍然停留在这个时代的观感。但如果换上了 RTX 显卡，打开了光线追踪，那就有了一种来到下个时代的感觉。这种对比可能在视频里看着并不强烈，甚至说不出到底变化在哪里。但是只要一旦习惯了光追带来的体积感和层次感，哥们儿真的就再也回不去了。有一点大家需要明白，现在的光追还只是起步阶段，开发流程也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可以拥有如此好的效果。如果以后显卡可以支持100%的光追渲染，或者游戏开发者也以光追的角度去设计游戏场景，那样带来的观感提升又会是无法估量的。毕竟在没有光追的几十年里，我们不还是绞尽脑汁做出了各种投机取巧的光效技术来模拟全局信息，以及做出了各种画质惊人的游戏大作嘛？只要光追可以成为主流，一款 3A 游戏的画面改进空间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次世代还需要等多久才可以真正到来，但是好消息是，如果你现在家里有矿，不妨先去地铁离乡的世界里提前感受一二。波兰蠢驴 CD Projekt Red 所打造的巫师3，可能是本世代里除了给他爱之外，对单机游戏市场影响最深远的一款游戏。拥有独立游戏精神的大型开发团队，非主流的国家地域，谦卑朴素的外交形象，远超同体量游戏公司的产品质量，毫不忌讳成人内容和敏感题材，完全不加密甚至不打击盗版的行为，以及对游戏画面疯狂苛刻的追求，所有这些标签合在一起，让巫师系列的口碑在国内乃至全球都呈现出了几乎一边倒的好评，也让 CD Projekt 这个小小的游戏开发商一步步成为如今这般的一线游戏公司。然而，同样身处乌克兰这样一个特殊地域，同样有着严于律己的开发态度，同样制作着不符合自己体量的3A 大型游戏，同样固执地追求极致画面。4A Games 和曾经的 CD Projekt 是如此的相似，但却远远没有后者那样幸运。4A Games 的主创人员最初来自乌克兰的另一家游戏公司 GSC Game World， 也就是创造了《潜行者：切尔诺贝利的阴影》这个独特的 IP 的公司。早年 GSC 的实力和前景都不错，《潜行者》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也确实是当时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如果好好发展，可能压根就没有 4A 什么事。只可惜 GSC 内部发生了不少问题，即便公司获得了不错的盈利，员工们还是常年忍受着不公平的薪资待遇。因此 GSC 里的许多大神纷纷离职，另外创建了 4A Games， 而 GSC 倒闭了。或许正是因为此前的这场不愉快， 4A Games 才会形成尊重员工想法的公司文化，从而在后面有了我们上面提到那个美术想要变换风格的故事，进而影响到整个游戏对细节设计的追求。只不过 4A Games 的发展也不顺利，尽管地铁系列凭借着超强的画面水平，在游戏媒体和部分玩家群体中获得了好评，可地铁毕竟不是巫师那样的帅哥加美女，外带恢宏大气的魔幻传奇，市场对它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有打折扣，过于硬派的风格让游戏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商业成功。要命的是 4A Games 成立后抱了大腿是 THQ， 然而现在我们都知道 THQ 哪里靠得住啊，自己都破产倒闭变卖版权，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乌克兰游戏公司的死活？所以 4A Games 是自己没赚到钱，老爸又被抄了家。更倒霉的是，在2014年3月，乌克兰爆发战争，顿巴斯战争打响，局势至今还没有明朗，战火就在城市里响着，爆炸就发生在乌克兰这些游戏公司窗外。4A Games 和乌克兰一票游戏公司面临着国家政府不管，员工的安全没有保障，开发所必须的设备和网络都遇到了麻烦，海外对公司的投资也受到阻碍。4A Games 为了躲避战争，不得不背井离乡，把公司搬到了地中海的岛国马耳他。所以之前当发行商 Dick Silver 宣布地铁离乡将会转由 Epic 商城独占1年时， 4A Games 自己对此确实是无能为力的。
无论玩家在感情上多么的不接受，但事实是，如果当年没有 Dick Silver 对 4A Games 的资金支持，那么别说地铁离乡了，我们连地铁最后的曙光都压根不可能看得到。但 4A Games 没有自怜自爱，也没有利用这些来向别人诉苦或者包装自己。地铁系列每一代坚实的技术力，自己开发强大的 4A 引擎，第一批支持光线追踪并取得了最明显的效果，富有野心且别具一格的游戏基调都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来自战乱国家游戏工作室的作品，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同为废土生存题材的地铁系列，拥有着和市面上所有同类型游戏完全不同的气质。这帮人曾经经历过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他们比谁都了解真正的废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全世界基本保持和平，唯独2个地方仍然有大型战争，叙利亚和乌克兰，他们就在其中。坚持开发废土核爆启示录的题材，是对自己曾经遭受的灾难的铭记和控诉，少了辐射里的幽默搞怪，多了几分严肃和执拗，因为对这件事他们真的笑不起来。游戏里有一个宗教，信奉远离科技，认为科技是撒旦的工具。虽然讽刺偏激，但又何妨不是制作组内心深处的抱怨呢？被迫离开了家乡，却仍然心系着那片受诅咒的土地。这种无处控说的苦闷转化进了游戏里，确定了这个主题离乡。但虽然有这些苦痛，他们仍然没有归于平凡，他们仍然投身第9艺术，开发自己的优秀的游戏。而我们仍然能从游戏里感受到他们坚韧的意志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个废土主题的黑暗游戏里，没有黑色幽默，却能令感到一丝对这残酷世界的执着奋进。这种感觉也能从系列的音乐里绕梁而出。耐心看到这里的你，应该会对这期的 BGM 印象深刻。这些 BGM 都是来自地铁系列的原声音乐，优美的旋律里透出的是锲而不舍的斗争。地铁离乡表面上讲的是阿尔乔姆的故事，事实上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真实的故事。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的抱怨，什么国家实力、政府政策、市场环境、人才技术，这些抱怨我们都听不到。他们就是硬着头皮以全世界为战场，硬是把游戏给做了出来，而且其质量远让很多真正的欧美大厂颜面尽失。这样的他们难道不也是蠢驴吗？而且更难的是，他们有着比驴还坚韧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如果说 CD Projekt 是波兰蠢驴，那么 4A Games 就可以说是乌克兰蛮熊。购买建议：地铁系列前小作呢是现在少有的线性射击游戏，其气氛渲染非常成功。但是这种玩法的受众在现在来说有点太窄了。虽然我知道仍然有很多人喜欢，但是这种局限对 4A Games 来说不是好事。所以希望这些喜欢前2作线性流程的朋友呢谅解一下，毕竟这一代离乡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而曾经潜行者的没落也让他们知道过于开放的射击游戏也有很多弊端。因此这一代离乡，他们把线性和开放、自由和恐怖、生存和使命这些比例调配得非常好，不过不失，整体流程非常舒适虽然可能会流失一些老玩家，但是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因此我认为，只要你喜欢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曾经喜欢孤岛危机3，那地铁离乡不仅是你必玩的游戏，更是一款能给你带来惊喜、带来感动、带来思考，并且吮指回味的游戏。那当然，如果不擅长第一人称射击，那就算了毕竟在这个类型里，它还是属于硬核的对了，如果你有个强大的电脑，有个 RTX 显卡，那这个游戏也很值得让你提前体会一下下一个游戏画面革命来到前的小风暴。最后，既然玩这么硬核的游戏玩乌克兰人意志坚定的游戏，那肯定需要一个同样硬核、同样质量坚定的键盘啦，所以来啦，当然是用键盘艺术家阿米洛键盘啦。只有用阿米洛这种用料实在、皮实的键盘，才不会在关键时刻像游戏里一样按键卡壳，对吧？阿米洛纸，哇塞，还真用阿米洛纸什么？你说你用手柄？问一下阿米洛有没有做手柄？